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我们今天要做的科目是这部台北来的 W126的560 SEL 的钢压测试。这部车，其实来找张大哥已经很多次了。第一次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钢压。那引擎烧掉了，只剩下1缸有钢压，其他7缸都完全没钢压。那应该就是，气缸头气门烧毁，或者是活塞烧毁了，我们不知道。结果换了一颗引擎，那颗引擎状况非常好，钢压很漂亮引擎经过大哥油路整修过之后，引擎非常的顺畅，而且又有力。又安静，那结果呢？这车主开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可能是引擎高温吧，把气缸床烧毁了，就水冲了，也就水乳交融。那水乳交融之后呢，气缸垫片再重新再换过。OK， 那过了一阵子，应该大概又经过半年之后呢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现象，也就是说。因为我们这 V8 它有两根凸轮轴，因为它这个不是双凸的凸轮轴下面就是有链条带动。那因为宾士这个年代的车子都是内链铁链内链的，它不是皮带的。那结果因为内链它顶着内链的松紧的滑板断裂，内链松掉之后呢，把这个气缸头气缸盖打穿了，打穿之后呢，又换了一颗引擎。那换了这个引擎之后呢，油路变得不顺，大哥已经把他的那个喷油盘已经拆下来，跟喷油嘴全部拆下来，要来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状况。那现在我们要来做的就是他第3次换引擎的钢压测试。那标准的钢压应该在10到12 kg cm 平方左右以内，那最低不能低于8.5 kg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带大哥先来检查他的钢压，看他的钢压换过第3次引擎的560，它钢压是怎么样一个情形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1缸的钢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1缸的钢压不好第1缸钢压只有 7.5 左右，代表这缸的钢压偏低了，已经低于 8.5 了，这个是不好的现象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2缸的钢压测试。好。开始，第2缸的钢压就很漂亮了完全符合厂包的要求，就在11公斤，那代表这1缸是没有积碳。再来，我们要进行的是第3缸的钢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3缸的钢压也相当不错，是刚好在10公斤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。再来，我们要进行的是第4缸的钢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4缸的钢压也在11左右这个状况非常好，代表它完全没有积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5缸的钢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这一缸的钢压也是11状况非常好，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。再来，我们要进行的是第
6缸的缸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6缸的缸压也是11啊，这非常标准，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。再来，我们要进行的是第7缸的缸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第7缸的缸压也很正常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，就是数值是11公斤。最后我们要进行的是第8缸的缸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8缸的缸压就稍微低了一点，只有9公斤左右。不过这个也在8.5公斤以内，这是 OK 的。从这次的测试，我们了解到这颗换了第3次引擎的这个560的 V8，第1缸缸压只有7.5，然后第8缸大概在9，其他都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。那这个判断下来，应该是气门的问题。不过以大哥的经验，如果以这个状况，发动起来倒还算是稳定，只是说热车以后可能会稍微有点摆动有点抖动。那无论如何，等大哥把这个喷油盘跟喷油嘴检查过之后呢，我们做引擎测试再来看它的结果吧。好，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，拜拜喽。